大家好，这里是 Jeffrey Tech。时间来到7月底，随着苹果秋季发布会越来越近 ，iPhone 16的外观和参数已经曝光得七七八八。近日，外媒曝光了 iPhone 16的散热系统，并且称这是有史以来最强的一次革命性的升级。听到这里，小伙伴是不是也非常感兴趣了呢？毕竟散热好带来直接影响就是更流畅的体验，长时间打游戏也可以维持高性能。在聊16散热系统之前，先聊一下为什么散热系统这么重要。我们都知道，如果手机高负载运行，常见的就是打游戏、长时间录像，这都会导致手机的处理芯片产生大量的热量。如果温度过高，就会导致性能下降，比如降频降2度，严重的话还会影响电池的寿命。这点手机都有保护机制，概率很小就是了。所以每年苹果除了在吹 A 系列有多强的时候，是离不开散热这个话题的。比如 iPhone 15 Pro 发布的时候 ，A17 Pro 容易过热就曾被热议过。数码博主极客湾在针对 iPhone 15 Pro 进行温度测试时 ，A17 Pro 温度能高达48.1摄氏度，相比 iPhone 14 Pro 系列的 A16 芯片竟然高出2度。这个和15主板设计有关系，另一个就是散热设计，就是石墨薄片不够给力。根据外媒的 Information 引用可靠知情人士消息来源称，苹果为了解决 iPhone 过热问题，将在 iPhone 16上采用了全新的散热材料石墨烯模块和结构设计系统，并搭配金属电池外壳，全面强化手机散热。当 iPhone 16采用石墨烯散热设计，散热传导性也将会明显更高，相比目前 iPhone 散热系统所用的铜导热效果更好，能迅速将热量从仿生芯片传导至手机外壳。同时，苹果也会针对 iPhone 16 Pro 系列电池采用金属外壳设计，能够提供更好的电池散热性能。现在 iPhone 16系列全系的电池容量曝光了，作为对比，大家可以看一下去年 iPhone 15全系的电池大小，整体的容量提升幅度约 5% 到 6%， 其中 iPhone 16 Pro Max 电池容量4676毫安时，搭配全新 A18 仿生芯片，而且是用台积电升级后的3纳米制程技术，续航能力会更进一步。也就是说，即使 iPhone 16 Pro 系列电池容量就算比 iPhone 16 Plus 更少，依靠软硬件的优化整合一样不虚。知名苹果分析师郭明基从产业调查显示， iPhone 16 Pro Max 的电池能量密度将会有明显提升，意味着在同样的电池体积下， iPhone 16电池容量提升也让续航力会变得更长，或者在保持相同电池寿命的前提下，苹果可以选择缩小电池尺寸，但苹果可能会选择减小电池尺寸，达到机身更轻盈，虽然这个重量减少相对有限。郭明基强调，电池能量密度的提升，电池运行时的温度也会显著上升。为了有效防止过热和应对散热，苹果考虑将当前 iPhone 的铝制电池外壳更替为不锈钢材质。然而，这一变动也伴随着一系列利弊考量。不锈钢作为电池外壳材料的2大优点显而易见，不锈钢的坚固性和抗腐蚀性远超铝材，能够更有效地保护电池免受外部物理损害。不锈钢外壳可能使电池更易于拆卸，有助于苹果满足欧盟关于手机电池可更换性的要求，并满足未来用户自行更换电池的潜在需求。散热性能问题，由于能量密度更高的电池会产生更多热量，而不锈钢相较于铝制材料在散热效果上有所不足。此外，不锈钢的重量比铝更重，这可能会抵消苹果在减轻电池重量方面所做的努力。去年11月 ，iPhone 16 Pro 的电池设计细节已经提前曝光。图片显示，苹果继续沿用了 L 型电池设计，并在电池外部覆盖了一层不锈钢金属外壳。更高的电池能量密度和不锈钢外壳将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iPhone 手机过去长期都是在中国生产，但从去年印度开始制造新款 iPhone， 不仅在印度生产了部分标准版 iPhone 15，而且还生产了部分 iPhone 15 Plus。但从今年开始，苹果与富士康加强合作，在印度组装部分 iPhone 16系列。此外，首次开始在印度制造 iPhone 16 Pro 系列。要知道，过去 Pro 版都是在中国的富士康工厂制造，而今年转向印度制造，其中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减少中国代工厂的依赖。目前，富士康在印度的代工厂已经启动 iPhone 16 Pro 系列制造流程，并且开始进入量产计划阶段。由于富士康强大的产能以及苹果强大的供应链融合，因此会进一步选择印度的零部件供应商。目前印度制造的 iPhone 手机占比并不高，只有 14%， 未来的目标是提升到 25%。苹果此举还有另外一个目的，那就是提升苹果手机在印度手机市场的份额，降低 iPhone 手机的成本。
2023年，苹果在印度市场的份额为6%，在印度出货的苹果手机超过了1000万台。要知道，2022年 iPhone 在印度全年的出货量也就600万台。强劲的市场需求也让苹果在印度市场更有信心，而且印度属于新兴市场，对苹果来说还有很大的市场潜力。目前苹果已经将印度市场的 iPhone 手机价格下调3到4%左右，而且印度为了吸引苹果进一步建厂，将基本关税从20%下调到15%，进一步降低 iPhone 手机的成本。基本上确定，印度制造的 iPhone 16 Pro Max 目前大部分在印度市场销售。除了 iPhone 外，未来还将有更多的苹果产品在印度当地生产，例如 iPad 系列。明年初，印度还将开始生产 AirPods。而印度当地也在积极推动 Mac 系列等产品在印度生产，不过这还要看印度市场的需求如何。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你对于 iPhone 16系列还有什么期待呢？欢迎与我们交流互动。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请订阅关注 Jeffrey Tech，我们下期再见。